目是说哈，我现在在设定的是在一个 graph 上哈，那 graph 上的每一个节点啊，它可能是 given 的 information， 那有些没有哈。那在 graph 上节点跟节点之间呢，如果它是被我们归类成是所谓的 neighbors 哈，就是说它是邻居的话，又或者说它两个节点之间有一个连结哈，那我们就说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值应该不会差距太大哈。那根据这样子的设定哈，那我们来用另外一种的这个角度来说明说，我们到最后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哈，在这 graph 上哈，有些点哈我们有知道讯息，有些点不知道。那整体来说呢，在每一个节点上哈，它到最后应该拥有的值是多少哈？或者说整体来说，我们说某些不同区域的节点，它拥有的值应该是大概是什么样，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哈？那我们希望用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我们叫做 energy 的 minimization 哈。那我们现在来设定的 energy minimization 是用一个叫做一个最佳化的一个方式来得到我们的答案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energy function 哈 ，EU U not 哈，就是说 U not 是我们给定的已知哈，我们在某个空间哈，或者说一个 graph 上的某些节点哈，我们有得到已知的资料哈。那 U 就是我们希望要求的哈，那就是在空间里某个空间里，或者说某一个 graph 里面哈，每一个节点我希望知道最后它拥有的值是多少哈。那这个写起来这是一个energy 的这个function 哈。那这个 function 有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e-data， 第二个部分是 e-smooth。e-data 的意思是说哈，我希望要求说这个 u 跟 u not 它能够越接近越好，在这些我已经知道u not 的这些节点上或者空间中某些 location 上，我知道它的 information 哈，那我就希望说最后求出来这个 u 跟 u not 能够越接近越好。那写成这个形式就是说，你们 ux 减掉 u0x 哈，那它们的这个平方差要越小越好哈。是这个 x 是限定在说partial omega 哈，我们就假设说我们收到这些initial data 是在 boundary 的某一个 region 的 boundary 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拓展到 graph 上的某些节点哈。那我们在那些节点我们得到了这些 initial data 哈，那我们就是在那些节点我们要确定这个 u 跟 u not 是越接近越好哈。那第二个 term 我们叫做 e-smooth。e-smooth 来说明的就是说哈，任两个节点之间哈，或者说在空间当中任两个 location 哈，它如果是 considered to be neighbors 哈，就是说在 graph 上我们就说是有一个 link。那在空间当中哈，比如说欧式空间当中，我们就说这两个节点足够的接近哈，在这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之下哈，我们都可以泛称说它们叫做 neighbors 哈。那如果说这两个点哈，它是 considered to be neighbors， 那这时候我会说希望它最后求出来这个 u 呢是值是越接近越好。所以我这边写起来的是写成一个 double integral 的形式哈，就是 ux 跟 unx 就代表是说在 x 它的 neighbors 的这些 value 哈，那 ux 跟 unx 它的差距不要太大哈，那我们就是一样是写成一个平方差的这个形式哈。那写成两个 double integral， 里面的 integral 是指的是说，根据一个点它周围的所有的这些 neighbor， 好，我要来都算算看它的这个差距有多少。那第二个integral， 那当然就是针对每一个点哈 x， 我都希望说要求它跟 neighbors 之间的这些距离哈，这些值的这些差距不要太大哈。那这个整体来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做说，希望要找的就是说 given 一个 u not， 然后我们能够找一个 u， 使得说这个整体的这个 energy function 越小越好，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最佳化的问题哈。那根据这个最佳化问题，我们其实是一方面
面要希望这个 the first term 好，就是所谓的 data fitting term 好，越小越好。那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说这个smooth term 好，第二个 term 越小越好。那有些时候呢，好，这两个 terms 的minimization 是会有所抵触的哈。特别是说，比如说我们收到这些 information， 它可能是具有某些 noise 好，使得是说相邻的这些点，它其实拥有的值不一样。那不一样其实是来自于说测量上的错误哈。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希望求得哈最后的这个 U 呢满足说好，那在这些 given 的这些部分的这些点上哈，我们这个跟 input 差距不会太大。然后同时呢，跟点跟点之间，如果它是 neighbors 的话，我也希望说它们的值不会差距太大哈。那这样子的看法，其实蛮符合，说实在蛮符合很多 machine learning 上的设定，就是说，有些时候我希望我算出来的结果哈，跟在我有值的时候呢，跟我的 input 不要差距太大。那在我没有值的时候呢，我又希望说能够符合说在 neighbor 跟 neighbor 之间呢，它是某种程度上足够 smooth 哈。这在我们做这个regression 哈，就是说我们的回归分析的时候，其实也常常会碰到类似的状况，就是 given 有限的这些点哈，然后我们要做 interpolation。那在有点的部分呢，我希望说算出来这些 interpolation function 呢，它跟这些 given 这些点的值不会差距太大。那同时呢，我也希望 interpolating 这个 function 它有某种程度的 smooth 的这些性质。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说哈，这个 function given 已经写下来了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求得一个 U， 使得说哈它的结果能够符合我们的这些要求。意思就是说这个 data fitting term 跟 smoothness term 好，同时能够越小越好。我们这边有注意到说 function 里面哈，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parameter alpha 哈。那 alpha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就是alpha 是一个我们可以调控的参数。那 alpha 小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第二个 term 相对来说它的 minimization 比较不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求得的结果要尽可能的接近我的 input data。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 alpha 我把它调得很大，那代表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是说我在乎的是我 data 的这个 smoothness， 好，就是说我很强调说 neighbors 跟 neighbor 之间它能够足够的 smooth。那有些时候呢，它算出来的结果 U 跟我原来 given 的 U not 哈有一些小小的差距，那也许我可以考虑忽略不计哈。那这是阿法比较大的情形。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调控这个阿法哈，有些时候可以代表说我们到底是尊重我的 input data 哈，意思就是阿法比较小的状况，或者是说我可能猜测我的 data 可能有一些 noise， 这时候我希望求得的这个 model 它是某种程度上比较 smooth 哈，这时候我变成是说我不是那么尊重 data， 我尊重的是我的 model 的这些特别的某些性质。那在这边的性质当然就是所谓的强调是 smoothness 的这个性质。那我们用一个matrix 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哈。那这个 matrix 的话，我们把它写下来哈，就是如这边写法哈。那我们一样是这个 energy function U 跟Y。那 Y 这边我们就是说明说我们的 given data 哈。那我们如果回到刚刚例子哈，就是一个 chain graph 哈。那 chain 的这个最左边哈，它是有一个1的 input， 那最右边是有一个6的 input。那在这样子的问题上哈，我们怎么样用 energy 的 minimization 来去解它呢？哈，那写成 matrix 的方式就是写成这样子哈。第一个我们在第一个节点哈，希望说它跟1越接近越好，所以我这边写成是 U1 减1好平方越小越好。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最右边的节点，我就写成是 U6 减6哈，
要越小越好。那这两个就是我 data fitting term， 因为我就只有这两个点我有收到information 哈。那除此之外就是我的 smoothness term 哈，所以我就写起来哈，因为这个是一个 train graph， 所以很简单，就每一个节点跟它的 neighbor 之间哈，那就是 ui 跟 ui 减1好，它的差距要越小越好。好，那这边 i 是从2到6好。那当然我还是一样有一个 alpha 哈。那根据这样子的式子，我一写出来哈，我再转换成一个 matrix 的方式写起来是长这样子哈，就是 EUY 好 equal to 哈 U 的 transpose 乘以 alpha L 加 M 加 U， 然后减掉2U transpose U not 再加上一个常数的一个vector 哈。那这个式子里面每一个矩阵所代表的意思哈，第一个是 M 矩阵哈 ，M 矩阵哈，它是在 M11 跟 M66的时候它是为1好，然后 MIJ 其他的 I 跟 J 的时候是为0哈，所以这个矩阵是非常非常稀疏的哈。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L 矩阵哈 ，L 矩阵好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有点像哈，之前在讲这个 diffusion 的时候有点像哈，这 L 等于 D 减 A 好 ，D 是一个对角矩阵哈，再减掉 A 好，那长成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哈。好，我们可以看出来每一个 row 哈，它加起来是为0的哈，这跟之前 diffusion matrix 是有点差异的。之前 diffusion matrix 在中间的这个4个 row 它加起来是为0的，但是在第一个 row 跟最后一个 row 它其实是分别是20跟02哈，那这是有点小小的差异哈。其实这些小小的差异，我们到时候会看出来说它影响到的结果并不小。这个式子的 U not 是1000006哈。那根据这样子的这个设定哈，我们写出来的 matrix 这个 form 好，这个 energy 的 matrix form 就长成是这个形式哈。那根据这样子的 matrix form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要求它看怎么样子的 U 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式子越小越好。好，我们把这个 matrix 的这个 form 好了改写哈，我们就写成是这样子哈，就本来的 U transpose alpha L 加 M 乘以 U 减掉 U transpose U not 再加上一个常数的这个 vector 哈，把它改写成哈 U 减 U star 好的 transpose， 然后再乘以 alpha L 加 M 再乘以 U 减 U star 好。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常数 vector 哈，那这边的 U star 是代表的是说 alpha L 加 M 的 inverse 乘以 U not 哈，那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个 alpha L 加 M 其实是 positive semi-definite， 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确定说它是 invertible 哈，那这种状况之下哈，经过这样的改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U 在取这 U star 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小值，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 U 等于 U star 就是我的最佳解，好，那这边的最佳解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看3个不同的 case。第一个 case 说我假设我阿尔法是相当趋近于0的哈，或者我说我设定阿尔法是等于 0.01 哈，我们这样子的设定之下哈，求出来的结果哈。U 是长这样子哈，你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看出来说，从这个第1个点到第6个点，它分别是这些值。那其实它相当接近于1、2、3、4、5、6，但是它却不是1、2、3、4、5、6，有一点小小的差距。那小小差距来自于说哈，我们就是做 energy minimization 的时候呢，我能够同时要尊重这些initial data， 那也要尊重这些这个 smoothness 这2个做一些 balance， 或者说做一些 trade off 哈，得到这样的结果哈。那再看第2个 case， 当阿尔法趋近无穷大的时候，比如我们这边设定阿尔法
好设成是1000的时候呢，那得到的结果是显示的可以看出来，每一个点都相当接近于 3.5 这个数字也就是1跟6的平均值那当然它还是从1到6这个6个节点来看还是缓步上升的，不过整体来说都是相当接近于 3.5 的。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可以想象得到说，如果今天阿尔法取得越来越大，那这些值是会逐渐的趋近于 3.5， 可以有这样子的看法那另外一个是第3个 case， 就是阿尔法设成1，那阿尔法设成1好像是不偏东又不偏西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同时尊重这个initial data， 然后另外我也希望能够满足一些 smoothness 这样子的假设那这时候得到如下的这些结果那大家可以比较这3个结果的差异性从第一个结果来看，就是说我相当尊重我的 initial data， 那第二个结果就是说我相当尊重我的这个smoothness， 就是说我其实不是那么看重这个 initial data， 我认为 initial data 可能有一些 noise 那我比较看重的反而是model 本身，或者是说我算出来这些值它的 smoothness 的这个假设是不是尽可能的成立尽可能的能够满足到那阿尔法等于 1 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现在given一个譬如说是 regression 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这边假设的这些我们这边的设定的问题也好那我们今天希望我得到的我们针对我们的 initial data 如果我们认为它的可信度很高，那这时候我们阿尔法就应该可以设的比较小一点点，希望说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跟这些 initial data 越接近越好。反之呢，我们就会希望说，譬如说我认为说这个 initial data 可能是有一些 noise 的话，那我就会希望说把它这个阿尔法能够调大一点那这怎么样取舍？当然是case by case 的那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一些结果。谢谢各位。